很多学中文的朋友可能都有过这么一个困惑，就是我们翻开任何一本中文教材，第一课、第二课学的第一句问候语，八成就是“你好吗”，但真到了中国，想跟本地人打招呼，却发现根本没人这么说话。的确是这样，深有感触。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个话题。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hinese Podcast， 我是林静。大家好，我是方舟。刚才方舟提到的这个问题，简直是中文学习里的一个经典迷思。这种教材和现实的脱节，其实一下就戳到了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中西方在打招呼这件事上，底层的文化预设完全不一样。文化预设这个词有点意思。你看英文里的 How are you， 它是个万金油，几乎什么时候对什么人都能用。但中文的你好吗就不行。一个很有趣的对比是你好这两个字，它其实是一个陈述句，或者说是一个祝福。我是在陈述你挺好这个事实，并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但一旦加上吗，它就变成了一个疑问句。哦，我明白了。疑问句的潜台词就是你到底好不好，我心里没底，需要你给我个答案。对，这个心里没底的感觉，在日常打招呼的场景里就会显得有点奇怪，除非我们明确知道对方前段时间可能不太好，比如生病了或者遇到什么事儿了，这时候问一句你还好吗，是一种关切。但如果俩人好好的在街上碰见了，你来一句你好吗，对方心里可能会咯噔一下，我怎么了吗？我看起来很差吗？哈哈，确实感觉像是在接受某种状态审查，所以这种预设的差异，是不是也反映了咱们文化里在人际交往上更含蓄、更注重和谐，不太喜欢这么直接的去探究别人的个人状态？完全正确。这背后是一种更深的人际交往模式，我们倾向于预设对方是好的，这是一种礼貌和尊重，直接去问，反而像是在挑战这个预设，拉开了一点距离。所以虽然都是关心，但表达方式完全不同。看来一个简单的问候语背后藏着这么深的文化密码，这种差异其实也体现在另一个更具中国特色的问候语上，就是那句经典的吃了吗？吃了吗？这句问候语对很多外国人来说，可能比你好吗还要让人摸不着头脑。字面意思是你吃饭了没，但咱们却拿它来打招呼，甚至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它的使用频率可能比你好还要高。对，我小时候街坊邻居见面，第一句话绝对是这个。这句话可以说是咱们文化的一个活化石，它承载了非常深厚的历史印记。你想想，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中国人来说，最基本的需求是什么？就是温饱，能吃饱饭是天大的事儿。所以，当人们问吃了吗的时候，他根本不是真的在关心你中午吃了米饭还是面条，他是在关心你过得好不好。对，这句问话的潜台词是你生活还过得去吧，没挨饿吧。这是一种非常朴素但又直击人心的关心，它比一句抽象的你好吗要具体的多，也温暖的多，因为它触及到当时人们最核心的生存关切，所以它能一下子拉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我明白了，它就像一个温情密码，大家一说，彼此就都懂了。那份关心是实实在在的。是的，即便到了今天，温饱早就不是问题了，但这个密码的社交功能被保留了下来，它成了一种习惯，一种传递善意和亲近感的独特方式。你觉得，如果把打招呼比作一种社交动作，哪个词最像一次非常标准的礼貌性的握手？我想想，那个标准的礼貌性的握手，我觉得对应的就是你好，它绝对正确，非常客气，但确实感觉有点距离，不会太亲近。
完全同意。那吃了吗？它又像什么动作？吃了吗？那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它就像一个老朋友走过来，热情地拍拍你的肩膀，问一句：最近怎么样，兄弟？没错，就是这种感觉。一个代表着礼貌的距离，一个代表着亲近的关心。这个比喻很形象。吃了吗？让我们看到了中文问候语里那种历史的厚度和人情味儿。但除了这种经典款，我发现咱们日常打招呼的方式其实特别五花八门，而且都充满了生活气息。这就说到了中文问候语的精髓了，那就是语境为王。我们不像西方那样有一个可以到处用的万能句式，我们的问候高度依赖于你看到什么，对方在做什么，你们是什么关系。对对对，就像我看到同事背着包下班，就说下班啦；看到邻居拎着菜篮子出门，我就会说买菜去啊。我其实不在乎他是不是真的去买菜，就是打个招呼。我觉得你已经掌握打招呼的精髓了。那我再考考你，如果在菜市场看到邻居，该怎么说？我会说买菜呢。那如果看到邻居买完菜回来呢？那我就说买菜回来啦。对，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非提问式问候，它的本质不是为了获取信息，而是为了确认连接。我看到你了，我关心你正在做的事，我们之间是有联系的。这背后体现了中国人对周遭环境和人际互动的一种细致入微的观察。除了这种基于行为的，还有基于关系的。比如，我们不会对老师说你好，而是说老师好。见到长辈或者熟人，直接喊王哥、李姐、叔叔阿姨，这个称谓本身就是问候。这么说来，这种高度依赖语境的方式，虽然听起来好像比一句 How are you 要复杂，但它在建立人际关系上的效率其实非常高。它把尊重、亲近、关心全都打包在了一句看似随意的话里。是的，它建立的是一种更有人情味儿的连接，而不是一个标准化的社交程序。这背后也反映了咱们文化里更注重人际关联和集体感的特点。聊了这么多地道的问候方式，我们再绕回来，为什么你好吗这三个字组合在一起，在中文语境里听起来就那么的不自然，甚至有点别扭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更深的文化、心理和语言学层面来剖析。心理层面我们刚才聊了，就是含蓄和直接的差异。而从语言学上讲，问题出在那个妈字上。妈？在中文的疑问语气词里，妈的强度是最高的，它表达的是一种完全不确定的疑问，说话人心里是信疑参半的。也就是说，当我说你好吗，我传递的信号是我完全不确定你到底好不好。的确如此，我们打招呼时通常会预设对方是好的状态，但你好吗跟这个善意前提是冲突的。完全正确，所以它听起来就不够友好，甚至有点生硬。那方舟，你来想想，如果我们真的想关心一个朋友，我们通常会怎么调整一下说法？比如在句尾加一个什么样的词，能让语气瞬间缓和下来？我可能会说最近还好吧，或者一切都还顺利吧，好像会很自然的用一个八字来结尾。对，就是这个吧。你感觉一下，妈和爸这两个字在传递情绪上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我感觉嘛，有一种不确定性，比较冷淡，而八字带着一种善意的猜测，更像是一次温暖的关心确认。爸传递的语气是信大于疑，意思是我猜你应该还不错，只是想确认一下。这个语气就委婉友好的多了，就是这个感觉。所以说到底，你好吗这句话，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英文 How are you 的一个生硬的翻译，它没有在我们本土的语言习惯
和文化土壤里扎下根儿。如果用一个生活场景来类比，这种感觉就好像你参加一个非常轻松随意的家庭烧烤派对，结果有个人穿着全套的晚礼服出场了，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但就是让你觉得格格不入，浑身不自在。这个比喻绝了。所以今天聊下来，我们发现一句简单的问候语背后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文化事件。是的，核心来看，中文的问候语是一个高度依赖语境和关系的系统，它超越了简单的信息交换，承载了很深的历史印记和人际关怀。像吃了吗？或者那些基于行为的问候，都反映了我们文化里那种含蓄、实用、注重人际连接的心理。而你好吗之所以显得不自然，就是因为它在文化的预设功能和语言的预设语气上都和我们的习惯有根本的差异，它更像一个外来的没有完全本土化的翻译品。总结得非常到位。所以不要再说你好吗这句话背后其实不是在简单的否定一个词，它更像是在对所有语言学习者发出一个深刻的提醒，语言的生命力是深深根植于它所在的文化土壤里的。当我们在学习一门外语时，只掌握词汇和语法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精进在于能够穿透字面，去理解它背后深层的文化逻辑、人情世故，以及那些我们常说的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每一次地道的问候，其实都是一次和那个文化进行深度连接的机会。它让我们不仅仅是说出一种语言，更是真正的活在那种语言所构建的世界里，感受它独特的呼吸与脉动。那么今天的挑战来了，试着用我们今天聊到的方式，比如吃了吗？或者一句基于观察的问候，出门啊，去和你的中国朋友打个招呼，看看他们是什么反应。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学习语言就是一场文化探索之旅，我们很高兴能与你同行。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哦，这样就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了。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打招呼的经历。我们下期节目见，再见。拜拜。